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21日在广岛市闭幕。可以说，这一次 G7 峰会不仅是直接宣示要与中国和俄罗斯为敌的峰会，更是野心升华的峰会。在美日的极力推动之下，这一次峰会不仅要把七国集团变身为地球公检法总局，还要变成地球政府。也就是说，七国集团不仅要当世界警察，还要当世界检察院，也要当世界法院。七国集团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们不仅试图要成为世界战争和竞争的主角，还要制定战争和竞争的一切规则。只要他们认为他国冒犯了他们，让他们处于不利地位，然后他们就自己裁定别的国家违反规则，最后再由他们确定如何处罚别的国家。这还不够，他们还试图给全世界确定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围绕他们的利益，要让全世界都服从于他们的领导和管理，牺牲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去满足他们的利益。这就是七国集团自己赋予自己的权利，自己确立自己的国际地位。其实，七国集团本来连一个行业协会的合法性都没有，最基本职能都不具备，但现在他却要把触手伸向全人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角落，试图将自己置于联合国之上的地位，成为他几个说了算的世界领导中心，变成地球政府。但我看来，他们更像是几个患有妄想症的病人国家。七国集团创立于1976年，当初是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加拿大这几个当时的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经济论坛。请注意，只是一个经济论坛而已。但现在，七国集团却要把自己当成世界领导集团了，要在国际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、国家主权等方面全面领导和管理世界。比如，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毁灭性的新制裁，不仅给俄罗斯判死刑，还要对俄罗斯执行死刑。这还不够，他们还史无前例地强力干涉中国主权和全面的内政，大有要把自己当成中国的领导者角色，甚至要取代中国政府直接领导中国的架势。至于对全世界，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，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划和法规。七国集团的野心简直就是要把自己定位成美国是总统、日本是副总统的地球政府了，实在荒唐，可笑至极，也可气至极。连广泛认为被美国控制了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看不下去了，因为七国集团正试图凌驾于联合国之上。他呼吁七国集团不要分化世界，指出避免世界一分为二，为谈判搭建桥梁非常重要。这时候，毛主席当年说的那句名言突然在我心中响起：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，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。中国的确需要像当年那样向世界输出革命了。不把美国打垮，这个世界绝不可能太平。要相信，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机会就在眼前。只要给美国的国债危机釜底抽薪，美国一定可以快速崩塌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